对台湾人来说，主动让座给老人家是很正常的事，但你知道在日本让座给年长的人可能会不小心被讨厌吗？よっしゃばしばでご！皆さん，大家好，我是最想了解台湾的吉田浩一。之前6个台湾人理解不能理解不能的日本文化，引起大家的回响，观看次数突破10万了，没错，这个动作。所以今天就要来推出台湾人理解不能第2弹，看看还有哪些对日本人而言超正常，台湾人却超傻眼的文化吧。但记得哦，进入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内容之前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做？有没有看到画面右下角有一个红色按钮？拜托大家帮我按下去，把频道订阅起来，就不会错过每周6上片的最新台日文化啦！お願いします。大家都知道，日本泡汤文化非常有名。对于外国人来说，要和不认识的人坦诚相见，彼此全裸的一起泡在温泉里，应该是真的非常不习惯。但比起这个，另一个让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就是，为什么身上有刺青的人不能入浴呢？虽然对现在年轻人来说，刺青已经是变成一种时尚、一种展现个性的方式，但其实对于老一辈的日本人来说，还是对有刺青的人有不好的印象。所以在某些温泉咸汤的地方，店家会直接在入口写明禁止有刺青的人入场。根据日本观光厅问卷调查显示，就在日本饭店旅馆业，还是有高达56%的店家会拒绝有刺青的人入浴，而拒绝的理由有59%的是因为风气、卫生等自己判断。但是随着外国旅客造访日本的机会越来越多，风气开始改变，为了日本对刺青友善的店家会越来越多，也说不定哦。相信大家在日本旅游住饭店的时候，都会发现日本人习惯在厕所准备另外一双拖鞋，所以对于这些厕所不穿拖鞋的台湾人来说，常常一不小心就把厕所专用的拖鞋给穿出厕所，或是脱掉时也不知道要怎么摆才好。看来这个日本文化带给不少外国人困扰吧。所以到底为什么日本厕所都要摆另外一双拖鞋呢？这个原因和日本厕所的演变史有关。以前的日本厕所即使是和式厕所，也就是蹲式厕所，大家上过就知道，蹲式厕所旁边都是冷冰冰的瓷砖，自己脚踩都很不舒服。加上蹲式马桶的周遭比较容易脏，所以才会需要厕所专用的拖鞋。80年代之后，日本厕所都以坐式马桶为主，厕所地板也都和屋内地板材质一样，所以渐渐的有些日本家庭已经没有放拖鞋的习惯，但有些地方还是把厕所专用拖鞋的文化保留下来。大家才知道日本上厕所的时候，除了小心别把厕所专用拖鞋穿出来之外，在这边也贴心提醒大家一下其他的日本厕所小知识，例如上完厕所马桶盖有没有盖上啦，用完厕所有没有残留下什么液体、水渍或污垢，会造成下一个使用者困扰啦。最重要的是，上完厕所之后要把拖鞋摆好，让下一个人方便穿上。这些厕所礼仪都有做到的话，日本人会觉得你很有 sense 哦。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接下来要聊聊在日本，尤其是东京，搭电车有时候会看到因为人身事故、极限机构的原因导致电车误点。我身边有台湾朋友第一次到东京看到人身事故的看板时，觉得很惊讶。首先先来看到底什么是人身事故呢？就是指因为人的死伤造成列车撞击、脱线或故障的事故而造成人身事故的原因。大部分的人都会跟自我结束生命联想在一起吧，但其实也有因为喝醉酒而不小心摔落，边走边滑手机而摔落等理由。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日本上下班的尖峰时间人非常多，所以因为人潮拥挤而跌落月台的也算在人身事故的范围内。要减少人身事故发生的频率，日本也有讨论是不是应该把月台闸门普及化。但相信来日本玩过的大家都知道，日本不是每个月台都有月台闸门，这和台湾每个捷运都有月台闸门的样子很不一样吧。这是因为日本电车型号很多，根据不同列车，车门数量和位置也会不同，加上有些容易人潮拥挤的站，本身月台空间就比较狭窄，再设置闸门的话，反而会更压缩空间。更何况日本电车路线实在太多太复杂了，全部都在也会有经费上的考量。因此，在2009年，日本国土交通省设立法案，规定只要一天内有超过5000人使用的站，就必须设置月台闸门。希望人身事故的案件能够慢慢开始减少。
对台湾人来说，主动让座给老人家是很正常的事。但你知道，在日本让座给年长的人可能会不小心被讨厌吗？当然，实际上真的有需要的年长者被主动让座一定会很高兴。但是有些人反而认为，俺のことを年寄りと思ってるのか？私はおばあさんじゃないわよ。虽然内心会这样想，但又不忍心辜负对方的好意，最后只能勉为其难的坐下了。这样原本的一番好意，反而意外造成别人的困扰。根据日本西台北编辑部针对日本1000多位20到60岁的男女调查，有10%以上的人曾经主动让位，却被对方说私まだ若いで大丈夫です。すぐ降ります。而被拒绝过。看来不管让不让座，似乎都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。但其实不爱坐，本来就是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坐，所以社会集体营造出不需要有让座压力，以及有需要坐就可以坐的氛围，还是比较重要吧。同样是电车上的话题，不知道大家到日本有没有发现，平日很少在日本电车上看到推的 baby car 的爸爸妈妈。这是因为平日的日本电车上总是挤满上班人潮，光是人站的位置都不够了。这时候假如又有人推 baby car 挤进拥挤的电车，一定免不了周围人的白眼，加上自己心理压力也会很大吧。之前就有对日本夫妻在推特上发文，曾经在尖峰时段推着儿童推车上电车，结果被电车上一位穿着西装的男子碎念：“このラッシュアワーにベビーカー押して電車乗んなよ。”底下竟然有人留言说：“タクシー乗ればいいだろう。学校の近くに引っ越せよ。”让人感觉到心灰意冷。虽然说阅读空气，尽可能不要麻烦别人是日本人的美德，但其实爸爸妈妈也有为难的地方。比方说，假如双亲都在上班，幼稚园又不是就读家里附近的话，就会有在尖峰时间搭电车接送小孩的需求。这样的困扰开始让电车公司注意到这件事，例如东京都银大江户线的新列车，从2019年7月开始，特别设置了子育て応援 space， 不只设立了广大的空间可以停放推车，车厢内还布置成汤马式小火车的造型，营造出亲子友善的空间，让爸爸妈妈从此通勤再也不用伤脑筋了。子供は国家の宝でありますから、社会全体で子育てを応援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。電車の中にベビーカーを押して入って文句を垂れるようなやつはクソでしかありません。今天介绍了5个让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日本日常文化。经过在下的指示之后，大家是不是对日本人的想法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呢？大家还想了解哪些日本文化？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下次有机会就会帮大家介绍哦。另外，我们也在脸书成立了自己的日本选物社团咯，原选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，直送台湾。欢迎喜欢日本小物、日本商品的大家在 FB。搜寻米奇shop连锁社团进来逛逛哦！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哦！ほな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。さよなら。